长兴科技成了新一代股王，最心花怒放的还真不一定是习近平，而是丁薛祥。他距离明年的21大总理人选又多了一张王牌。那长兴科技到底是自主研发的，还是抄了别人的作业呢？过一会儿咱们来揭晓答案。另外，这个行业太特殊了。现在内存储芯片的一哥三星，为了保持霸主地位付出了惨重代价，他的副总裁都被抓到美国坐牢了。大家好，我是大卫。美西时间7月27号，这两天呢，国内媒体都在议论新的股王，那就是长兴科技上日的首日涨了530%，也就是讲你100万进去，到晚上已经变成500多万了，其他根本就赶不上。当然，人在津津乐道产生了多少亿万富翁的时候在北京有一个人是心花怒放，还真不一定是习近平。这种好消息他看得多了，谁能给他竞争总书记呢？但是这事儿对于丁薛祥来说呢，一张王牌拿到了。咱们把时间轴呢拉到明年，明年这个时候21大要决定总理人选了。当然了，他的竞争者一共有4个，而且各个呢是各有政绩。咱们必须说一下李强虽然有人讲他可能会继续留任，但是呢，也有一些人判断第一个任期经济搞得并不好，这大盘子没有惊喜，必须得换个人搞搞新意思。那丁薛祥作为常务副总理是第一人选，但是丁薛祥身上有一个非常大的短板，就是你和其他4个候选人比起来，没有主政一方的经历，这在中共历史上没有，除了这个温家宝是个例外。你看他起家呢，在上海仅仅是一个厂长，后来干了一个区的区长，连区委书记都不是。后来呢，到了市委秘书长，和这个习近平搭了一段时间的班子，这俩人才建立联系。你充其量市委秘书长不就是市委书记的大秘书吗？后来虽然说他担任了上海的政法委书记，你毕竟也是在书记的领导下工作，没有主政一方。后来呢，他直接调到的中央，担任中办副主任兼总书记办公室主任。后来扶正了，你也是个中办主任呢，也是老习的大秘呀。所以说他这个常务副总理实际上短板非常明显。但老习既然想培养他，有可能会接李强的班，至少作为人选之一要给他一些出头历练的机会。于是他拿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全称呢叫中共中央科技委员会主任。这个科技委员会和金融委什么国安委平级的，这个委员会的权力超过了国务院。它是干嘛的呢？俩字儿，一个叫举国体制，第二叫科技攻关。而且他作为第一副总理管什么呀？财政部、科技部、发改委。发改委你赶紧给我出政策，政策不行赶紧给我废了。财政部海量的给钱，科技部赶紧去研发。所以说他要做的事情目前干成了2件，一个是华为的升腾芯片据说水平已经达到了英伟达 B200 的水平了，而且价钱呢相应它的1/4，便宜吧。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最近人们热议的存储芯片长兴科技，至少这2件事它在科技攻关和举国体制这方面人家打了个漂亮仗。那我们看看他的几个竞争者手里都有什么牌。先说2个副总理，现在排名第2的副总理张国清，他是分管工业信息通讯和生产建设，这个是主管重工业的。目前呢也有一些成绩，但是没有那种亮瞎眼的那种惊爆的。
第二个副总理啊是管民生啊，管什么三农的，虽然作为竞争者之一比较偏弱，谁不能管好那三农和卫生呢？另外是两个地方大员，一个是现任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一个是那个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这俩人手上还各有各的政绩。你比如上海陈吉宁把特斯拉的储能工厂人家搞定了，你李强生总理不就是把特斯拉的汽车工厂搞定了吗？所以说啊，引力人家搞了一些集成电路在亦庄开发区，但是咱们横向比起来，俩副总理加俩大员都没有干过丁薛祥的这儿国际公关，整个的举国体制啊，人家就干成了。好，我们再说第二个层面，这个技术它到底是中国自主研发的呢，还是抄别人的作业呢？咱们必须客观来给它捋一遍，你心里就有答案了。首先说啊，这个行业啊，它不是技术密集型。怎么这么讲呢？是因为日本企业、德国企业原来也有，为啥没搞成呢？很简单，这是一个重资产的投资，玩的是钱，而且是千亿的钱。如果你没有钱的话，光有技术照破产不误。在这儿，你就必须说一下，现在三星作为内存芯片的一哥，市场占有率非常高，它是怎么保持着地位的呢？它有一个杀手锏，叫做什么呢？扩产降价，叫逆周期投资。就这玩意儿，它是有周期的。当别人都亏钱，甚至是说稍微微微盈利的时候啊，它反而在大举的降价亏本卖钱，而且呢，我还要扩产，就是要逆向投资，目的只有一个，把国际的同行全都挤死，最后剩他一个。那你想，这种非倾销和不正当竞争肯定要被查处啊。事实上，他也查处了，他的高级副总裁叫做金日雄，直接啊就被抓到美国坐牢了。因为你这种反不正当竞争啊，包括什么联合搞价格呀，美国违法了。他一共有6个总裁、副总裁级的人物啊，在美国坐牢1年到2年。当然了，话说回来啊，他为了把别人打垮，事实上这6个人坐牢以后，值得。日本击垮了，德国企业也击垮了，美国也差点击垮，是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企业能够像三星母公司那样为他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别人啊都撑不住了。你看，这就涉及到什么呀？这些撑不住的企业的技术人员和图纸专利去哪儿了？去三星了，去美光了，留下的就像蛊一样，把同行的技术专利人员全吸过来了。好，这里面有个角色是什么呢？德国英飞凌有一个专门做这个的，他干不过德国政府，也没有给钱，最后他死了。他的这些专利给了谁呢？给了一家加拿大的企业。咱们说的这个董事长叫朱一鸣，盐城人哈，在国内清华读的电子，后来在美国的纽约大学17校区学的物理和电子。然后他有个非常重要的岗位，在美国公司担任芯片存储的设计工程师，他会做。他后来发现啊，自己只能当光管没啥意思，回国创业吧。回国创业以后没钱，你不是中国有钱吗？一拍即合。事实上，合肥出了70%的资金，再加上土地，再加上政策，再加上这位朱一鸣的脑子和工作经验。另外，他知道这个行业啊，有一家专利公司买了英飞凌的存储设备，咱就买这设备。事实上，我们可以理解为他是抄了作业的，但是呢，也不能否认，他拿到作业以后，用了10年左右的时间，把这个作业的原理做成了产品。当然，这个也不容易啊，不能否认他这个管理能力。所以说，才有了现在中国的新一代股王。好，关于这件事儿，您怎么看？欢迎在留言区留言，咱们共同探讨。明天再会。